除非您见过脂质学家，否则您可能从未听说过可能挽救生命的脂蛋白 A 血液测试。而且您一生中只需进行一次血液检查，并且我鼓励我的所有患者，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，支付$51，因为其结果对于我们如何降低患者患心脏病的风险有着巨大的影响。现在，将脂蛋白 A 与心脏病和中风联系起来的证据在过去几年中稳步增长。上个月刚发表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难以忽视的最新数据。该研究利用大型资料库识别出近30万名确诊患有心脏病的人，因此研究人员检查了大约5年的后续数据，以了解哪些人曾经患有心脏病或中风。这些数字与脂蛋白 A 有何关联？因此，与脂蛋白 A 水平低于每公升15纳摩尔的人相比，脂蛋白 A 水平在15至79之间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高出4%，而脂蛋白 A 水平在80至179之间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高出4%，它增加了15%，风险也随之增加。当浓度在180至299之间时，风险高出29%，而当浓度在300以上时，风险更是高出45%。而且，研究表明，我们面临的风险还在增加。随着我们的脂蛋白水平上升，你可以在图表中看到，超过300后，风险就会不断上升，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已经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的人面临风险。因此，总体人口一生中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遵循相同的模式。我们可以根据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看到这一点。我们的脂蛋白 A 水平越高，我们一生中的风险就越高。因此，我们的脂蛋白小分子 A 非常重要。了解我们的状况对于准确了解我们的整体心脏病风险至关重要。所以我们可能会说，好吧，我的体重很健康，我饮食得当，我不吸烟，而且我的血压正常，所以我可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，原因如下。因此，与大多数其他心脏病风险因素不同，我们的脂蛋白水平几乎完全由我们的遗传因素，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因素决定。因此，了解我们水平的唯一方法是透过测试。我们稍后会讨论该测试，但首先我想解释一下脂蛋白小 A 到底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它会影响心脏病。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脂蛋白，例如 L、HDL 和 LDL。脂蛋白就像是我们血液中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的运输工具。胆固醇和水不会自然混合，所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将油和水放在一起，它们会如何分离？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也是如此。因此，我们的身体需要一种方式透过血液运送胆固醇，这就是脂蛋白的作用。它们透过血液运输胆固醇。尽管 LDL 颗粒的数量比脂蛋白 A 颗粒多得多，但脂蛋白 A 似乎特别容易引发炎症，而造成的损害大约是普通 LDL 颗粒的6倍左右。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血液检查来检查我们的脂蛋白 A 水平，费用和可用性取决于您的居住地。在美国，此项测试约需$51。在新西兰这里，价格稍微便宜一些。这项测试的优点在于我们只需要进行一次，这是因为我们的脂蛋白小分子水平主要由我们的基因决定。那么，什么水平的脂蛋白 A 才算是高呢？常见的阈值是每分升50毫克或每公升105纳摩尔以上，每分升30至50毫克或每公升62至105纳摩尔之间的水平被认为是升高的。人口抽样显示，大约1/5的人脂蛋白 A 水平升高，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，因为只有1%到2%的人接受检测。那如果我们的脂蛋白小 A 水平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是当前指南的建议。高 LDL 胆固醇问题的标准处理方式是熟悉的。我们的目标是首先尝试降低我们的水平的生活方式介入。如果我们需要添加药物，我们可以，但不幸的是，脂蛋白 A 的情况有点不同。再说一次，这是因为，正如我所提到的，脂蛋白 A 水平主要由我们的遗传决定，所以我们无法透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降低脂蛋白 A 水平。目前我们还没有专门批准用于降低脂蛋白 A 水平的药物，不过这种情况将来可能会改变，而且目前还在进行试验。因此，以下是当前指南的建议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心脏病风险因素并进行检查，这是因为它们都在一起工作。将您的整体风险视为脂蛋白小分子水平和所有其他风险因素的函数。那么其他风险因素是什么呢？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关键指标之一，血压、血糖控制、体重指数等等。我们希望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优先排序并加以控制。因此，当我在诊所治疗脂蛋白 LDL 升高的患者时，我们会尝试将他们的 LDL 胆固醇控制在每分升40至50毫克以下。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目标。但 LDL 是促使胆汁在我们的血管中积聚的燃料，因此我们要尝试切断这种火源。为了达到这个水平，我们通常必须结合改变生活方式，再加上低剂量的他汀类药物和泽托米贝。这些药物便宜又有效，虽然他汀类药物可以稍微增加我们的脂蛋白水平，
但它们仍然可以显著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，所以总的来说，它们确实降低了我们患心脏病的风险。为了强调这一点，我们根据刚刚研究的新研究进行了亚组分析，对那些积极降低 LDL 胆固醇水平的人和没有这样做的人进行了比较。该战略的影响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。因此，您可以看到，例如，脂蛋白 A 水平最高的人的风险，最终与为服用降低 LDL 胆固醇药物的最低类别的人的风险基本相同。对于我的高脂蛋白小分子 A 水平患者，我考虑的另一件事是考虑服用阿司匹林，因为有证据表明，对这些患者进行一级预防时使用阿司匹林确实似乎益处大于风险。现在，幸运的是，我们确实有一些其他专门针对脂蛋白小 A 的药物即将问世。目前我们的最佳策略是控制风险因素，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以及已发现的升高脂蛋白小体 A。当然不是什么值得恐慌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整体心脏病的风险。例如，在下一个影片中，我将介绍一种家庭锻炼，您现在就可以做，以降低血压并降低整体心脏病的风险。